鉴于台军现役的幻影2000战斗机服役年限临近，且法国未提供升级或后续战斗机的选择，台军正积极寻求替代机型。最近，25家美国军火供应商齐聚台湾推销各类武器，其中 FA-18E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成为了岛内热议的焦点。大陆军事专家指出，台美之间可能正在为 FA-18EF 的采购进行舆论造势，呈现出一种买什么就捧什么的趋势。岛内的一些分析则认为，这是美国对台海局势的一次试探。实际上 ，EA-18G 咆哮者电子作战飞机作为 FA-18的衍生型号备受瞩目。这款战机配备大量电子作战设备，能有效干扰空域内各种电磁频谱与雷达，是现代空中作战中的关键力量。在与 F-22的模拟空战中 ，EA-18G 甚至能将 F-22的空用雷达干扰至几乎失效，多次模拟击落 F-22，充分展示了其强大的性能。台媒认为 ，FA-18EF 的最大优势之一是具备优秀的短距离起降性能。这款战机最初是美军航母舰载机，设计时充分考虑了极短距离的弹射器辅助起飞。在陆地机场起飞时 ，FA-18EF 仅需滑行300米。相比之下 ，F-16的最短滑行距离是500米，幻影2000则需要700米。这一特点对于台海防卫作战尤为重要，特别是在导弹袭击后的反击中。FA-18EF 的存活率和再出动能力将更加出色，从而具备更强的威慑力。岛内军事专家施孝伟在网络节目中表示 ，FA-18EF 超级大黄蜂战机并不逊色于 F-16，且更适合台湾。其双发动机设计无需改装即可实现滑跳起飞，即使在飞机跑道受损的情况下，也能保持较高的成功起飞概率。目前，台湾正在积极推进下一代战机的研制工作，已经绘制出图纸，并计划向美国购买发动机。这款战机最大的特点是具备隐身功能，与 IDF 的研发模式相似，因此也被称为 ADF 计划。此外，台湾还计划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。早在2002年，台湾就向美方递交了购买100架 F-35B 战机的意向书。虽然军方从未证实台湾是否向美方洽询购买 F-35战机，但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。事实上，早在陈水扁第一次执政时期，台湾就已考虑购买 F-35战机。不过，直到特朗普上台后，这一计划才在2019年获得批准。即使美国不卖 F-35给台湾，台湾也有能力自行研制5代战机。目前，空军及相关单位正在研发第5代隐形战机 ADF。在谈到 ADF 的外形设计时，各国在自研5代战机时，普遍参考成功经验，如日本的 X-2新神验证机、韩国的 KF-21以及土耳其的 TFX 等，均采用了类似 F-22和 F-35的 V 型双垂尾风格，以减少雷达反射强度。台湾与美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历史悠久，拥有2家主要的发动机制造商，通用电气 GE 和普惠 Pratt Whitney。台湾过去购买的 F-16VB 战机使用的是普惠 F-100引擎，而新购的 F-16CD 战机则采用了通用电气的 F-110引擎。如今，台美关系显然比40年前更加紧密。在考虑是否选择中型或大型战机时，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决策。若选择中型战机，可考虑采用 F-404或 F-414中推力引擎；若选择大型战机，则可选用 F-100或 F-110大推力引擎。虽然这里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，但我们希望 ADF 能成为一款装备20.011110引擎的大型战机。这是因为这样的技术难度相对较低。例如，土耳其的 TFX 战机就是采用了这种方案。在未受到美国制裁前，土耳其已经向美国采购了 F-110G1132型引擎，用作 TFX 的动力来源。此外，台湾曾从 F-16战机中窃取技术，独立研发隐身战斗机。据了解，这项自主研发计划是由台湾科技研究院、汉翔公司和台空军部队共同完成的。根据计划，战机的设计图已经完成，但发动机需要从国外采购，并需要具备隐身性能。事实上，早在2014年，台湾媒体就曝光了台军研发下一代战机的计划，但直到近年来，台湾媒体才确认该项目已得到当局的批准。原本这款飞机的整体设计由台湾科技研究院和汉翔公司负责，其最大特点是隐身性能。但在实际操作中，台湾科技研究院改变了初衷，决定向美国采购 F-414发动机，
织女星计划是台湾科技研究院的一个项目，第一阶段包括整体设计和发动机制造，分别投入了88亿和17亿新台币的经费。发动机方案从2018年开始，台相关机构投入了10余亿元新台币进行研发。原计划中，台军预计在2027年推出下一代战机，使用的发动机基于现役 IDF 的 T-104,270发动机进行升级改造，美军的编号为 F-125。然而，经过多年研发，台湾又表示将向美国获取战机的关键技术。从2019年开始，台湾科技研究院执行下一代先进高性能战机关键技术研发计划，强调持续掌握研发进展。台空军计划通过与美国的军事交流，探索获得下一代战机关键技术和先进设备的可能性，以增强其研发能力。台湾的 IDF 战斗机是亚洲首款4代战机，在1980年代，台湾在美国的支持和技术转让下，启动了 IDF 自主研发计划，以替代逐渐老化的 F-5战机。这一计划被称为阴阳计划。1988年12月10日，台湾首架 IDF 原型机下线，紧接着在1989年5月首飞，于1992年正式投入服役。这一时间点比英国航空工业的首飞仅晚1年，显示出台湾在航空领域的快速发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时韩国的战斗机产业尚未达到台湾的水平，在 IDF 首飞时，韩国的战斗机产业还在起步阶段。通过 IDF 的设计和培养，台湾培育了一批优秀的航空人才。这些人后来还参与了韩国 P-50高级教练机的研制。从这可以看出，当时韩国的航空水平与台湾存在明显差距。在与军方、台湾科技研究院和汉翔公司的讨论后，决定仿照之前的舰载机方案，先制造一架原型机进行试飞测试。关于下一代海战机的引擎，台军方的消息源透露，可能需要从海外购买。因为台湾科技研究院自主研发所需的时间可能不够。尽管如此，台湾科技研究院的引擎研发项目织女星计划仍将按照原定计划推进。除了台湾，日本也在积极推动第5代战斗机的研发。据日本媒体报道，日本已决定在2020年的预算中投入19亿美元，用于第5代战斗机的研发。这款战斗机将替代现役的 S-2AB 多用途战斗机和 F-3系列战斗机。三菱重工正在研发的 F-2AB 战斗机计划建造90架，而未来的 F-3系列战斗机也计划同样规模的90架。尽管日本已装备大量的 F-35闪电2战斗机，但还计划配备90架 F-3系列的5代战斗机，这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。到2027年，日本计划用200架新生产的 F-3战斗机逐步替代航空自卫队现役的 F-2和 F-15J 战斗机。日本已具备研发隐形战斗机强大发动机的能力，依靠自身技术也可以制造高性能战斗机。自1973年起，日本开始了一系列技术研究，包括机动外形复合材料、高机动性先进火控技术、航空计算机、惯性导航、逆风技术和整体电子战系统等。1984年12月6日，日本防卫厅参谋会议开始探讨后续 GGF-SX 计划出现的原型。1985年3月，三菱重工提出了代号为 GF-210 的战斗机方案。1987年下半年，日本国内3大报刊频繁报道 FFFX 战斗机的相关消息，焦点不在飞机本身，而是美日两国政府关于 FFX 的谈判过程。日本曾提出共同开发，但在美国的压力下，最终双方达成协议，采用改进的 F-15G 或 F-16C 作为 FFX 战斗机。台湾拥有制造 ADF 战机、永鹰高教机和 F-16性能提升的经验，因此下一代战机研发案不会沿用之前的技术，而需要从头开始。2023年5月初，有消息传出，美国波音公司的战斗机生产线面临关闭危机，因此积极向台湾推销 FA-18超级大黄蜂战机，希望台湾空军能采购这款飞机来替代老旧的幻想2000战机。令人诧异的是，台湾政军高层竟持不反对立场，这使得美商认为台湾有可能购买 FA-18战机。岛内舆论对此持有正反两面的声音。虽然3年前有专家认为选择 FA-18更有利，但遗憾的是，台湾最终选择购买了66架新的 F-16B 战机。现在向台湾推销 FA-18超级大黄蜂战机，实际上让台湾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。首先，台湾目前战斗机飞行员的人数严重不足，因此即使购买新战机也显得毫无意义，就像买了装饰品一样。
其次，从2019到2020年间，台湾防御通过凤翔专案，以特别预算举债方式购买了66架 F-16B 战机，耗资2472亿元。现在即使美商在努力推销，台湾的军事预算在未来几年也无法挤出多余的资金。军事预算就像卫生纸一样，看似充足，但用着用着就不够了。3年前就有许多专家分析指出，台湾不应该迎合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的推销，购买新的 F-16B 战机。相反，他们认为台湾应该利用美军的便利，采购 FA-18EF 超级大黄蜂战机。当时，由于波音公司缺乏订单，台湾引进了新时代的 GE 公司的 F414系列发动机。这一举措为下一代自制战机的动力系统带来了更多优势。FA-18EF 战机使用的 GE 公司 F414系列发动机，在技术水平上远超台湾现有的 F-16和幻影2000使用的发动机。毕竟这2款战机都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产品。F414 G400 发动机的前虫只有1100公斤，而单发动机的推力高达22000磅。这甚至比自研 IDF 战机使用的2台引擎的总推力还要大。选择 F414 G1EP 升级版发动机，其推力更是达到了26400磅，在性能上完全可以成为下一代自制战机的心脏。因此，韩国的 KF-21、土耳其的 TFX 和印度的 LCA 等都选择了这款发动机作为动力单元。如果在2020年台湾选择引进 FA-18EF 超级大黄蜂战机，并成为 F414 引擎的现役使用国，那么在获取这款引擎用于下一代自制战机的机会上，无疑会更加顺利。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在2023年2月份传出的消息显示，台湾科技研究院的新一代战机自造引擎织女星计划已经投入了近100亿元，原本计划将4叶片改为9叶片，并具备逆向涡轮喷射引擎的技术，但最终未能取得突破性成果，只能宣告结案。这与海军的镇海计划遇到的困境颇为相似。再加上美国方面不同意单独出售 F414系列发动机供台湾用于新一代自产 IDF 2代机，使得台湾空军现在无疑感到了深深的失落。尽管台湾已经在研发上投入了近100亿元，努力了数年，但由于台湾科技研究院在热锻制造、锻造温控、消除应力等方面的能力不足，仍未能突破技术瓶颈。即便下一代战斗机已经完成了风洞测试，也面临没有合适发动机可用的窘境。台湾在研发上虽走了很多路，但未能达到目标，最终只能成为一种憧憬。然而，当前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如何留住优秀的飞行员，并有效增加招募飞行员的数量。问题就像在电梯里放屁，大家都知道，但又装作不知道。而现在急于购买新飞机，实在是有些不明智。在1980年代的某个清晨，台湾启动了自主研发防御战机的雄心壮志计划。这项任务被称为阴阳计划。计划的目标不仅是替代那些服役已久的 F-5自由斗士战斗机，更希望通过研发新型战机，提升台湾空军的作战能力。虽然这个计划并未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，但提到 IDF 金国号战机，许多人都会心一笑，心照不宣。那么 IDF 具体是怎么诞生的呢？它的结构设计又是什么样的呢？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台湾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，借助技术转移的机会，同时与本土企业如军备局、中科公司等合作，进行了一系列战机的更新和升级。经过不断改进， IDF 逐渐成为台湾空军的核心战力。与初期相比，金国号战机不仅增强了空对空导弹的数量，还加入了先进的空对地反辐射导弹和联合遥攻武器，极大提升了火力覆盖范围。战机的核心部件如任务电子、电磁干扰系统、电站系统、AIFF 敌我识别系统和雷达等都得到了显著优化，战机的整体性能得到了质的飞跃。台湾一直致力于通过购买和改进武器装备来增强防务实力。除了进口先进的外部武器外，台湾还在自主研发下一代战机方面展现了决心与才能。为了降低风险和经济负担，台湾决定在金国号战机的基础上开展一项名为“福山计划”的衍生型战机研发计划。这一计划自2001年开始，预计历时7年，旨在通过对金国号战机的精细改进，使其性能接近甚至超过新一代战机。可能有人会问，既然现有机型的升级已接近第4代战机的水平，为何还要开发全新的战机？
答案在于，相较于投入巨资引进性能更强、航程更远的第4代战机，自行研发更符合台湾防空需求的轻型战机，显然是提升台湾空军实力的更优选择。在 IDF 的基础上，台湾的目标是将其转型为隐形战机，以增强在远离本土的空战中对敌突袭的能力。为了支持这一宏大计划，台湾从2000年起拨出70亿元新台币，支持汉翔公司对经国号战机进行一系列卓越改进。这项为期7年的木鱼水月研发计划，既涉及构建并试飞全新的 IDF-C 型战机，也包括对现有 ADF-AB 型战机的性能提升和测试。此外，该计划还带有深远的战略意义，旨在通过改进 T-1042型发动机的推力，将其推力提升至2万磅，并结合隐形技术对机身、监控系统、侦察系统进行强化，展示台湾在高科技防务领域的深度思考和独到见解。台湾在不断追求军事技术的卓越中，还力求在不改变战机原有尺度的前提下，对航空电子设备进行全面升级，增强机体结构的强度和计算机软硬件的能力，并增加燃油携带量。特别是台湾希望突破对地攻击能力的限制，使其逐步演变为配备全方位作战能力的准第4代战机。在这一蓝图下，一个关键问题浮现出来：是由2名飞行员共驾一机更为高效，还是由单名飞行员操作更合适？尤其在计划将经国号从单座式改为双座式时，这一转型带来了诸多挑战。虽然增加第2名飞行员似乎能提高作战效率，但这种设计可能对飞机的气动性能、作战半径等核心性能带来负面影响。因此，这个问题显得尤为复杂。将单座战机改为双座版，并不是简单的在机舱中增加一个座椅，而是一个涉及众多技术挑战和复杂细节处理的过程。现代战机普遍采用的是串列双座布局，这种配置在许多方面展现了其优势。相比之下，并列双座虽然在特定应用场景下有其独特优势，但装备这种座舱的现代战机数量相对较少。实际上，让单座战机转变为双座版，需要面对许多技术问题和设计调整。这不仅仅是将后座椅加到机舱后部，更要考虑到如何合理安置座椅，同时还要配备必要的显示控制设备、弹射座椅及飞行员生命支持系统等，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仔细设计和调整。对于这一改动，机体结构也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。尽管表面看似简单，但实际上涉及的技术细节和设计挑战非常复杂。通常，驾驶舱后方是油箱的位置，这对战机来说至关重要。增加第2个座舱意味着原本用于存放油箱和航电设备的空间将被占有，因此战机的前机身往往需要加长，以增加可用的内部空间。同时，座舱盖也需要重新设计，通常会采用前低后高的形式，以确保后座飞行员能够有足够的视野。为了弥补座舱改动带来的航电设备和燃油空间的损失，可能还需要在战机的背部加装额外结构，这些改动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战机的外形设计和气动性能，要求在设计过程中精确计算和调整。为了保持飞行稳定性和提高耐久性，战机的部分结构可能需要进行加固，甚至可能采用复合材料来提高机身的抗损伤能力。然而，这样的改动往往会带来额外的重量，而重量的增加对战机的性能有着直接影响。特别是在飞行性能方面，增加的重量将导致飞行操控性和战斗效率的挑战。每一项改进都涉及对现有技术的突破和对未来作战需求的深思熟虑。从实际数据来看，单座战机转为双座版通常会使飞机的重量增加约400公斤。这一增加包括多个因素，如弹射座椅本身重达100到120公斤，飞行员及其生存装备如降落伞约250公斤。再加上结构加固和材料强化所需的额外重量。以苏联时期的苏杠27为例，将其单座版改为双座版的苏杠27 UBK 后，由于增加了座椅和其他设备，飞机重量增加了400公斤以上。这一变化对战机性能产生了显著影响。除了重量的增加，燃油容量和航程也会受到影响。由于后座椅的加入，占用了原本用于储存燃油的空间，战机的油箱容量减少，进而影响其最大航程。例如，苏杠27 UBK 由于油箱容量减少和飞行阻力增加，其最大航程从3900公里减少至3000公里，最大飞行速度也从2
35马赫下降到20马赫。这种改动对战机的性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，尤其是在航程和速度方面。在性能方面，飞行包线是描述战机性能的关键指标，它衡量了战机在不同飞行条件下的表现。对于双座战机而言，飞行包线的面积通常是固定的，意味着某些领域可能会得到加强，而其他领域则可能会有所削弱。例如，在一些情况下，双座设计可能会增加低速机动性能，但这往往会以牺牲高速飞行性能为代价。在气动学角度，机身面积的增加、座舱盖的扩大以及尾翼和机翼的增大都会提高空气阻力，导致飞行效率下降。以苏-34为例，这款并列双座配置的战机在设计上虽然注重作战能力，但由于横截面积的显著增加，其弹道半径仅限于750公里，显示出这种设计上的局限性。因此，将单座战机转型为双座版，无论是在技术、气动性能还是在作战效能上，都面临着一系列挑战。单座战机转换为双座版的影响，不仅仅是增加了飞机的重量，实际上还会引发一系列与飞行性能和设计相关的复杂问题。最直接的变化之一是燃油容量的调整，这对超载能力有着显著影响。在常规设计中，战机的主要油箱位于机体的上部，随着飞行中燃油的消耗，油箱的重量减轻，这有助于减轻机翼的负担。然而，转换为双座设计后，增加的座舱重量会导致机翼根部的负载压力增大，从而影响战机的超载能力。对于像苏式战机这样的设计，超载能力的降低不仅影响了飞机的寿命，也会影响其作战能力。这种改造不仅仅是技术和设计上的挑战，更是对战机整体作战能力和战略定位的考量。每一次增加的重量，每一项结构调整，每一寸航程的缩短，都是对战机极限性能的探索与定义。这些改动会迫使设计团队在确保飞机高效能的同时，重新评估飞行员的需求和安全保障。尤其是双座配置下，飞行员之间的座位关系也带来了更多挑战。在双座战机中，后座飞行员的位置相对较高，且远离飞机轴心。在飞机执行翻滚等高机动动作时，后座飞行员的头部将承受更大的离心力，可能导致头部血液集中，产生晕眩感，进而影响其作战能力，限制了战机的机动性能。这种设计上的约束是双座战机升级过程中的一大难题。安全性也是双座战机设计中必须考虑的因素。为了确保飞行员在紧急情况下能安全弹射，双座战机的设计通常会使后座飞行员先于前座飞行员弹射逃生。然而，如果前座飞行员在后座飞行员之前弹射，后座飞行员就可能面临火箭尾焰的威胁，增加了他们的危险，并降低了前座弹射的成功率。此外，单座改双座的过程中，可能还需要对飞机的作战设备进行调整。例如，米格-29UB 的早期版本就因为空间限制而不得不取消了火控雷达系统，而苏-57改造为双座版时，也牺牲了前雷达舱的部分空间。这些调整虽然在增加座椅的同时满足了人员需求，但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战机的作战能力。现代战机设计中，采用并列双座布局的情况并不常见，主要因为这种布局增加了机身宽度，导致空气阻力增大。相比之下，串列座舱配置更为普遍，尤其在空中优势战斗机中更加注重气动性能。然而，并列座舱也有其优势，特别是在协同作战中，飞行员之间可以更直接地进行沟通。例如，苏-34战术轰炸机采用并列座舱的设计，符合其特定的作战需求，有助于飞行员之间的配合。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，单座战机转为双座版的过程，不仅影响飞机的气动性能和战斗能力，也改变了其设计理念。这种改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飞机的复杂性，同时也为战斗机性能带来了一些妥协。对于3代战机来说，改装为双座版相对灵活，主要是因为它们的发动机潜力尚未完全发挥，能通过一些设计调整保持较好的性能。但对于4代和5代战机而言，问题就更加复杂。这些战机的航电系统和发动机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对成熟的阶段，在增加后座椅可能会导致战机失去一些核心能力，增加的重量和复杂性可能超出了其设计极限。就5代战机而言，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，它们并不需要转型为双座版。例如 F-22、F-35和苏-57等5代战机，尽管曾考虑过双座版本，但最终都摒弃了这一设计。
随着航空电子系统自动化程度的提高，以及战场信息系统的高度集成，许多现代战斗机在大多数任务场景下已经不再需要双座配置，而双座战机在当前更多的承担特定任务，如教练机、地面攻击、电子战等。因此，5代战机不再迫切需要双座版本，尤其是在空中优势任务中，单座设计已经足够。另外，随着无人机技术的进步，未来战机可能会越来越依赖无人机进行作战任务，传统的双座设计在现代作战环境中的需求也在逐渐减少。总的来说，双座战机的未来发展方向可能更多的集中在支持性质的任务上，除非是那些需要飞行员直接介入的特殊任务。而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发展，未来可能会看到更多的无人作战飞机取代传统的双座战机。从当前的技术趋势来看，5代战机的设计思路和需求并不强烈要求双座版本，这也许预示着在未来战争中，飞行员的角色将发生变化，自动化技术和无人机可能会在越来越多的任务中发挥主导作用。但在这之前，如何合理利用和发展双座战机，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话题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此结束。对于这些信息，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。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，也请在评论区留言，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。我是怀宇哥，咱们下期再见。